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今天回老家摘了一些西红柿。我们平时吃的西红柿有5叶地，有6叶地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多的人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家是农村的，家里面祖祖代代都是种地的，自己种菜自己吃，又加到我弟弟承包了10多亩的蔬菜大棚，这一种菜就是10几年。有了这种经验以后，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它们到底有哪些区别，方便西红柿大下市的时候，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作为参考。作为西红柿这种水果类型的蔬菜，营养是非常的丰富，它可以像水果一样的生吃，也可以烧汤，又可以炒菜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不知道你们平时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注意到了没？它有5叶地，有6叶地。其实5叶地和6叶地区别很大哦，买错了不但难吃，还没有营养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挑选西红柿的正确方法。第一个，从颜色上面分辨挑选，不要挑选那些颜色不均匀或者是颜色发青的西红柿，因为那种西红柿还没有生长成熟，相比之下肉厚汁酸，不管你是炒菜吃还是凉拌吃，像这种西红柿口感都不是太好。要想把它变甜一点，还要进行2次催熟，也特别的麻烦。第二种挑选的方法，不要挑选个大有棱角的，个大的生长的猛，时间长得短，里面空心比较大，皮硬汁少，口感自然也就好不了。也不要挑选太小的，要挑选大小均匀，捏起来是软中带硬，硬中带软，表面光滑，颜色红润，像这样的西红柿是特别的好吃。第三个挑选方法，西红柿新不新鲜，从它的质地上就可以判断。西红柿地卷起来了，或者是发干了，或者是没有西红柿地了，这种西红柿不要买。这种西红柿呢，表示已经不新鲜了。现摘的西红柿质地翠绿，表面红润，看起来是非常的新鲜，不管你是生吃还是炒菜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挑选方法，挑对了不但好吃，营养还很丰富，那就是从5叶地和6叶地上来区分。其实5叶地和6叶地它的区别很大哦，因为它生长的位置不同，所以呢口感也就不同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6叶地的西红柿。6叶地的西红柿个大饱满，表面红润，肉厚汁多，口感甜。相比之下5叶地的西红柿稍微差一点点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它们到底区别在哪个地方呢？其实它们生长的位置不同，所以呢营养成分也不同，口感也不同。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，下面请大家仔细的看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其实6叶地的西红柿大部分都生长在离主干茎比较近的一个粗枝上面，而5叶地的西红柿长得离主干茎比较远的一个细枝上面。相比之下，6叶地的西红柿吸收的养分和水分就更多一点，肉厚汁多，比较甜。建议大家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，尽量多挑选一点6叶地的西红柿。假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你可以把视频返回，仔细的再看上几遍。一个枝头上面结几个西红柿，但是有6叶地的西红柿只有1个哦。假如要不是我连枝给它剪掉，让大家分辨的话，也可能你吃了一辈子的西红柿，你也不会知道5叶地和6叶地都有哪些区别。因为在买西红柿的时候不会带枝干的。分享完挑选以后，我再来用西红柿给大家分享2道我最喜欢吃的做法。首先呢，把西红柿打上十字花刀，我们呢再烧点水，先用水把这个西红柿给它烫一烫，烫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做美食。西红柿倒上开水以后，需要烫个1-2分钟。趁到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切点小料。首先我们把姜给它切成片，然后随便给它切上2刀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切点葱花，只要葱白，葱绿呢等一会儿备用。我们切好以后，给它放在盘中。然后我们再来切一点大蒜，大蒜随便给它切几刀，切好以后也给它放入和葱姜一起，等一会儿备用。小料切好以后，我们的西红柿也已经烫好了，用手轻轻一扒，西红柿皮就掉了。
这种方法呢是方便快捷，大部分人呢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去皮。西红柿去皮去蒂以后，给它切成大块，然后给它放入盘中，直接在上面撒适量的白糖，给它放入冰箱冷冻一会儿，半个小时以后再吃，冰凉爽甜，非常的好吃，特别适合夏天享用。接下来把剩余的西红柿尽量给它切碎一点，切成小颗粒，给它放入盆中。等一会儿我用这个西红柿来给大家分享一道西红柿鸡蛋汤。下面在盆子里面加少量的温水，把紫菜给它洗一洗，泡一泡。下面在干净碗里面加大约50克的清水，然后呢加1小勺的玉米淀粉，然后给它搅一搅，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打2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呢也是我们自己家养的鸡下的，都是1个鸡下的蛋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1个鸡蛋呢是正常的，1个鸡蛋呢只有鹌鹑蛋那么大，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，请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哟。所有的工作准备好以后，下面开始操作。锅烧热以后，在锅里加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把我们切好的葱姜蒜籽一起给它倒进锅里面，随后再加一点点的黑胡椒粉一起爆香，然后快速的把西红柿粒给它倒进锅里进行翻炒，倒慢了胡椒粉就爆糊了。烧炒一个片刻，现在呢开始调味，在西红柿里面加适量的食盐，把汤汁里面的食盐都加在西红柿里面，然后呢继续翻炒，用中火慢炒，把里面的汁水都给它炒出来。盐沾上以后，大约又炒一个4、5、7、8下，炒至里面没有太大的颗粒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根据你家的人口加上适量的清水，再次给它烧开。水烧开后，我们再次调味。首先在锅里面加半勺的生抽，半勺的陈醋，然后再把我们泡好的紫菜也给它加进去，再次给它烧开。紫菜大约煮2分钟以后，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水淀粉给它搅拌搅拌，然后快速的给它倒在锅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随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，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蒜片也给它加进去，再次给它火给它关掉，最后把鸡蛋液给它加进去。记住，不管你做什么鸡蛋汤，在淋蛋液的时候一定要把火关掉，这样做出来鸡蛋汤呢滑嫩有形，口感棒。蛋液淋上以后，不超过10秒就要立马的出锅。喜欢吃虾米的，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虾米；喜欢吃香菜的，里面还可以加一点点的香菜。像这样我们简单一做，一道完美的西红柿鸡蛋汤就做好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